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的35岁冻龄秘诀，自律生活与精湛演技。35岁的冻龄秘诀，外貌与真实年龄对比。35岁的谭松韵看上去却如同18岁少女，这背后的秘诀究竟何在？每次机场亮相，她总是简单而清新的装扮，一件白卫衣、牛仔裤配丸子头，皮肤白皙透亮，酒窝浅笑间，连安检小哥都看呆了，忘了刷卡。围观者纷纷掏出手机，窃窃私语：这姑娘莫非刚从高考考场走出？经过一番调查，发现这位姑娘其实是1990年出生的，虚岁已经达到了35岁。娃娃脸并非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法令纹、眼纹以及颈纹等岁月痕迹仍会悄然显现。然而，谭松韵却能轻松应对4开镜头的无情审视，这并非依赖于滤镜的修饰，而是得益于她坚持的简单生活哲学：以吃为乐，以睡为养，以动为健。她的现场照片在微博上持续了一整天，阅读量惊人的突破了3亿，评论区里网友们纷纷表示被深深触动了。自律的生活方式。在综艺节目中，谭松韵曾大方分享了她的一周食谱。她的早餐总是以燕麦、水煮蛋和蓝莓为主，午餐则包括鸡胸肉、杂粮饭和西兰花，而晚餐则会在下午5点前结束，以清炒时蔬和虾仁为佳肴。没有追求网红代餐或高价补剂，他只选用普通超市的食材。他保持规律的作息，每晚10点入睡，早晨6点醒来，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整整8年。在剧组拍摄夜戏后，他总是第一时间回到酒店卸妆，接着用热水泡脚放松10分钟，之后戴上蒸汽眼罩，安静地躺下休息。而当同组的演员们在半夜里刷手机消磨时光时，他已经进入了梦乡，梦中还在背诵着台词。运动的习惯。运动对他而言变得简单而日常，他每天坚持跳绳2000下，即使在拍戏的间隙也不忘原地进行开合跳。他无需私教指导，更无需前往健身房，就这样坚持了1年，跳绳的总长度竟然能绕地球半圈。有人将少女感归因于圆润的脸庞，然而真正赋予她这种气质的，其实是她那低至18%的体脂率。谭松韵，身高162厘米，体重维持在94斤左右，肌肉线条紧实有力。正是这样的身材条件，让她在运动中显得轻松自如。演技与角色塑造。演技才是演员青春容颜的永恒保鲜剂。在2025年，她迎来了事业的新高峰，饰演了3个截然不同的角色：一个遭受家暴后奋起反抗的全职妈妈，一个38岁失业却勇敢重启人生的女程序员，以及一位高中班主任。这些角色的播出后，观众们的反响热烈，纷纷表示完全忘记了她曾饰演过李尖尖。观众对她饰演16岁角色毫无违和感，全因她能将16岁的纯真与35岁的深邃并存于一张面孔之上。那张娃娃脸是外壳，而真正的灵魂则是她卓越的演技。低调的私生活。她的私生活保持低调而简约，除了广告内容，她的微博上几乎都是关于猫咪的日常。她养了2只猫，一只橘猫取名为肉包，另一只白猫则叫豆花，吸引了大批粉丝在线云吸猫。她分享的为猫咪准备美食的视频获得了100万点赞，评论区里粉丝们纷纷戏言：姐姐，你缺猫吗？那种会自己上厕所的。双引号。在忙碌的拍摄间隙，她选择回到四川老家，陪伴在父母身边。在菜市场，她砍价的技巧娴熟，甚至超越了大妈们，引得路人纷纷驻足。每当有人认出她时，她
他总是亲切地笑着与大家合影，合完影后便又投入到挑选土豆的乐趣中。冻龄并非遥不可及的玄学，而是将简单的生活习惯做到极致的结果。自律生活方式的普遍化建议。在繁忙的生活中，许多人选择熬夜加班，点外卖、喝奶茶，或是躺平刷手机来放松。然而，他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他遵循着健康的作息，10点准时上床休息。他注重饮食健康，选择水煮西兰花作为日常餐点。他热爱运动，每天坚持跳绳2000下，保持身材与活力。这种自律的生活方式让他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了生活的佼佼者。差距并非在短时间内形成，而是经过漫长岁月的累积。将18岁时的良好生活习惯持续至34岁，是保持青春的关键。普通人或许无法仿效明星的医美方法，但可以借鉴他们的日常时间管理。比如，每晚提前1小时入睡，早晨用鸡蛋牛奶替代早餐，下班后跳绳10分钟。坚持3天，你会发现皮肤出油明显减少，1周后黑眼圈淡化半格，而1个月后裤子可能会松1圈。这种少女感并非仅仅来自外表，更多的是源于内心的自律。35岁谭松韵回应暴瘦传闻，为娱乐圈敲响警钟。35岁谭松韵被曝暴瘦引热议，回应传闻背后谁在为瘦集美买单？最近，演员谭松韵的一组近照在网络上掀起不小波澜。照片中的她身形清瘦，脸颊线条愈发分明，与以往圆润甜美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。一时间，谭松韵暴瘦状态憔悴等话题迅速登上热搜，引发网友广泛讨论。有人心疼她瘦得让人心疼，也有人猜测她是否正走上大 S 曾经走过的极端瘦身老路。面对舆论发酵，谭松韵团队罕见发声，称健康状况良好，体重变化因工作节奏与个人体质调整所致，试图平息争议。明星身材管理背后是自律还是焦虑？在娱乐圈，身材管理早已不是私事，而是一场公开的审美博弈。谭松韵的回应看似轻描淡写，却折射出整个行业对女性外形近乎苛刻的要求。从早期的婴儿肥人设到如今的巴掌脸锁骨养鱼，审美标准不断向瘦倾斜。而这种趋势正在悄然吞噬着女明星们的身体自主权。回顾大 S 当年的瘦成一道闪电言论，她曾公开分享自己为保持身材采取的极端方式，一天只吃1顿饭，靠柠檬水为生，甚至尝试催吐法。这些做法虽让她一度成为纸片人代表，但也付出了健康代价。如今，当谭松韵被贴上暴瘦标签，公众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，在镜头放大镜下，每一个微小变化都被解读为失控或牺牲。瘦不是罪，但以健康为代价的瘦，值得吗？谭松韵今年35岁，正处于演员的黄金期。近年来，她凭借以家人之名、锦心似玉、归路等作品，不断拓宽戏路，从清甜少女转型为成熟独立女性角色。事业上升期往往伴随高强度工作，作息不规律，饮食不定时成为常态。她的瘦或许并非刻意追求，而是高压生活下的副产品。但问题在于，为何公众第一反应不是关心她的工作强度，而是聚焦于她的体重？这背后是社会对女性外貌的过度审视，更是以瘦为美单一审美的集体绑架。当一个女演员的演技作品被身材话题掩盖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畸形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明星的外形变化极易引发粉丝效仿。不少年轻女孩将瘦视为成功的象征，盲目节食、过度运动，甚至患上进食障碍。据中国心理卫生杂志数据显示，我国进食障碍发病率近10年呈上升趋势，
其中青少年女性占比显著。明星的一次暴瘦，可能成为无数人走向健康危机的导火索。从谭松韵到大 S， 我们该反思什么？谭松韵和大 S 两代女演员看似无关，实则被同一种行业逻辑裹挟。女性的价值常被简化为一张脸、一个身材。大 S 用极端方式赢得了视觉上的胜利，却也留下了健康隐患。谭松韵如今被推上风口浪尖，无论真相如何，都已承受了不该有的舆论压力。娱乐圈需要的不是更多瘦成闪电的神话，而是对多元审美的包容与尊重。演员的价值应体现在角色塑造、专业素养和作品影响力上，而非体重秤上的数字。当暴瘦不再成为热搜关键词，当观众能真正关注演技而非身材，才是行业成熟的标志。结语：谭松韵的回应是一次澄清，更是一记警钟。他提醒我们，在追逐美的路上，别忘了健康才是最美的底色。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，都不该为迎合单一审美而牺牲身体。希望未来我们能少一些他怎么这么瘦的质疑，多一些他过得好吗的关怀。毕竟，真正的美从不该以痛苦为代价。